bullet of mine is a gift for you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翻新格兰杰。首先看格兰杰的新被动，我这边帮大家翻译一下这些文言文，换成大家都听得懂的文字。现在的格兰杰分为左边是灰色的能量，右边是怒气。用一技能消耗左边的能量，用大招则是消耗右边的怒气。刷野怪清兵跟混助攻人头都可以提高此数值的上限。看到荧幕下方的小图示有数字的红色手枪，就是我们被动的层数，也就是说层数越高，在满能量怒气的时候，可以连续用更多次的一技能跟大招。人头的层数给的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要时常用大招来蹭助攻减人头。这个层数目前应该是没有上限的，所以现在格兰杰要疯狂清兵抢野蹭人头，但这些知道就可以了，并不是很重要。一技能指定方向射6下，并且期间会增加移动速度，再次点击可以忍住不射，属于高级技巧。玩格兰杰一定要去习惯起来，才有办法在战斗中维持续战力。大家在打手枪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，是不是很容易要它停下来，但却还是全部都射出来了呢？然后二技能指定方向位移，可以穿墙还能回能量，所以一二技能要交互着使用，才可以让我们能够射更多次。一技能命中任意敌方单位，可以减少二技能的 CD 时间，所以当一技能不会打到目标的时候，一定要取消，才不会浪费能量，尤其是前期感觉会非常明显。再来大招指定方向射出我们的大炮，可以探视野，并且在射大炮的瞬间会位移一次，也可以穿墙，要利用移动摇杆来决定射完要向什么方向去做位移。再来看选角跟出装，鞋子放第二个，因为开场会推荐我们出鞋子，这样我们可以先出狩猎之旗，因为格兰杰的被动出减 CD 的装备也会转化成攻击力，所以这样先出狩猎之旗的效益会是最好的，然后鞋子再出无尽对决。但我觉得转换的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并没有摆上蛮力胸甲，而是换成了七海霸主。再来破甲枪跟绿刀，然后七海霸主跟绿刀可以看情况换成其他防御性质的装备，敌人控制多才考虑蛮力胸甲。回击带刺客穿透，中间武器大师或是魔族克星，如果不敢出全工装的话，魔族克星还是比较好一点。最后狂潮或战役激昂都行，但被强迫去金币路的话，最好换成电光石火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。那这场是我单排的排位赛啊，虽然格兰杰的一技能对打野怪跟小兵都有增加伤害，不过远程攻击是没有建设伤害的，我们只能打完一只再打下一只，所以在初期刷野我们是比传统的打野战士刺客要来得慢很多的，尤其是开蓝会慢非常多。然后我们在刷这蓝的时候是有个特性，就是一技能会优先打到大只的野怪，没有点指定目标的话，我们点普攻也会优先攻击大只的蓝 buff， 而且即使小只的蓝在大只的前面一点点，一技能也会打到大只的蓝，而不是小只的蓝。我们一技能是有目标的优先顺序的，英雄当然是第一优先，而且英雄和小兵或野怪站在一块的话，英雄跟敌方单位都会一起受到一技能的伤害，这点是比较特别一点的。因为多个敌方英雄的话，只会有一个能被一技能给射到，不可以那么贪心，一次就想要射在2个人身上。还有在打野的时候，一定要善用二技能帮自己回能量，也要注意能量满的时候要先用一技能，再用二技能，这样一技能才可以射得更多次。另外就是拉野怪和放一技能的角度，还有二技能回能量要不要穿墙，比较厚的墙可以卡住自己，都可以善用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自己看吧。那这边刷完要打第一波的金币路小会战，所以这只小野怪最后几下用普攻点就好。结果我们梅丽莎脑冲了，我先打完小野，让敌人再深入一点，我大招位移后一技能射他们，我以为差一点没有收掉人马，我也脑冲了，一技能又没有瞄好几米，空射一堆，
反倒是我被吉米射了个满脸。如果刚才我都有打中吉米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收掉吉米的才对，我也不会掉那么多血。而且假设我收掉吉米，我也可以回能量怒气，2技能也不会还 CD 那么久。或许刚才我还可以活得下来，甚至把凯莉也给收了。先看这边大招是可以穿比较薄的墙的，然后我们在打蓝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大招把2个都打到，当然是在怒气满的时候再这么做就可以了，不然怒气满着也挺浪费的。当然怒气少的时候就得存一下，别随便乱用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大招是不会被野怪小兵给卡住的，1技能不能穿过野怪，但是大招是可以穿过野怪的，大招可以穿过野怪但不会穿过英雄。还有就是我们大招的智能施法其实还不错，只要敌人不是刚好和我们的弹道横着走，通常都是可以射到人的。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乌龟会战的前后，我的大招都是自动瞄准的，只要在大招能够命中敌人的范围就会自动瞄准。那我是设定自动瞄准绝对血量最少，这个在游戏设定里面可以自己调整，每个英雄也可以各自设不一样的设定。那像刚才我被人马追没有2技能的话，大招也可以当成我们的保命技，缓敌人加位移，也可以考虑要不要穿墙，1技能也会帮自己加速。而且我们本来就是脆皮，在会战中只要自己不会死掉，就要把输出伤害给打出来，千万不要怂。那乌龟打完了，我现在想回去刷野，但我看到露比在浪，稍微注意一下看是不是需要帮忙。不过还好他脑子非常清晰，还闪我们的薯片撤退。这边又看到维尔想杀我们的古尔德，我稍微大招喝阻一下，看到没？维尔这样就不敢追我们的古尔德了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我们打这只小野可以走到上面去射我们的1技能，这样打起来会比较顺畅，不浪费任何一颗子弹。那现在我们下路压得很前面，敌人肯定要来抓人了，我们先刷野观察观察。这边我能量比较少，但怒气满了，我想说浪费一发大招增加一下打野的速度。不过我们的梅丽莎被抓，薯片要开战了，我能量没满，距离也不够，直接2技能跟上喷1技能，再接大招收掉人马。很可惜1技能距离就差一点点，没能射到维尔啊。这边我本来要走了，结果怎么阿洛特跑来想当战神啊？我只好再回来剪头，结果我的智能施法的大招射向了屏幕之外残血的维尔。虽然不是说不好啊，但是让我少了一个助攻或人头。不过事实上就是我刚才1技能空了，半下都没有射到阿洛特，幸好后面有血池了，再收掉2个人头，而且我的队友应该是没有发现。不过假设刚才维尔跑回来是非常残血的状态，智能施法就好在有时候会不小心就直接把他给尾了。那打完会战后，我们刷野怪，怒气并没有满，为了准备接下来的会战，我们就不能在刷野怪的时候乱用大招了，然后一边刷野怪要一边看着小地图。而且这场我们有薯片，也要看他是否有大招会召唤我们打会战。然后这边我把河蟹让给露比，主要是不要被阿洛特发现我在这边。哇，我们露比一个大闪啊，非常帅气，也让我洗了个 Legendary， 真爽啊。那敌人死了一个，我也不管了，直接开乌龟。但其实这边正常来说是不能开的，因为我们薯片跟梅丽莎压根就没有要来的意思。不过由于这场是单排，我也是仗着我已经 Legendary 的气势直接杀乌龟了，敌人一点也不敢靠近。然后再趁着古尔德死掉，趁他的兵线不要浪费，任何敌方单位都可以为我们叠被动的层数，这样我们在中后期才可以有更多的能量来放技能。这边怒气满了，浪费大招，顺便位移接上1技能，刷野的速度可以很快。然后也顺便展示一下，大招只能穿薄的墙壁，刚才比较厚就穿不过来了。那现在实在是太顺风了，没什么事干，而且我的队友们都靠得很前面，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，跟我打野无关。而且我必须持续刷野赚钱升等叠被动。不过也是因为这场我们有薯片，所以这场我单机刷野一下绝对没有问题。古尔德直接开大抢蓝，那他这么想要就让给他吧。那这边薯片开门了，其实我可以直接加入会战的，只是屁股痒想走一下门，结果门在防御塔里面，赶快大招推出来，然后再用1技能在后面射，能量没满就用2技能回一下能量，夹杂着使用。1技能距离不够或没有2技能，也可以利用大招帮自己位移跟上，还能缓速敌人，然后再继续接上1技能输出。然后会战打完，
安，现在我要回去收蓝 buff 了。经过刚好看到阿洛特，信他一下大招，顺便穿个墙。有没有觉得格兰杰现在是不是非常灵活呢？而且加上我们第一件装备就是出狩猎之极，移动速度也是飞快。无尽对决我刚才也才出来了，也有加跑速，这样可以让我们一技能更容易调整好位置来射敌人满脸。哦，这边可惜露比没有抓到阿洛特，然后我这边本来想要往下路去走了，结果看到露比又跟阿洛特打起来了。这边其实往下去收红 buff 再打乌龟比较稳健，但我喜欢当人头狗，所以我选择了回去收残血的阿洛特。注意这次我就有瞄准了，而不是直接智能施法，因为它的走向和我是呈梯形的垂直方向，智能施法就不容易命中了。刚好薯片也开大，结果我还没有到人马就已经升天了。好吧，我只好继续当个称职的打野来打乌龟吧。格兰杰在中后期刷野的速度还算是挺快的，唯一慢的大概就是开场需要开蓝 buff 的时候了吧。那这边中路开战了，我大招靠近，哎呦，又在我到之前就死掉了，没有捡到头啊，只好把我心中的愤怒发泄在逃走的维尔身上了。但现在我们的游走跟射手犯傻了，露比跟我都没有想跟上的意思，而且薯片也没大招，本来还以为是不是他大招快回好了，结果也没有。薯片大招的绿灯直到他死掉后好几秒后才亮起来，估计他刚才是不是以为他自己有大招啊？但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有假装过去射个几下，跟队友表示一下我的诚意，顺便看看敌人会不会犯傻，反正我要等队友复活嘛，没什么事干。然后这边敌人看起来想压中路的塔，我先离开小兵的视野，看看敌人会不会脑冲杀古尔德。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个反打，很多时候做这些小事情也可以获得一些收获。那关于地图观念的东西之后我会再找时间来制作讲解。我们话题先回到格兰杰身上，还有2个东西我还没有讲到，就是第一点，一技能射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也能用2技能调整位置。第二点就是一技能一半直接接大招也可以断一技能，所以我们有2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一技能停下来。然后这边我先一技能探近的草，再用大招探远的草，直接让维尔傻眼，人马开大冲过来尾刀，我就是在一技能还在引导的时候，利用2技能调整了位置射到了他。再次一技能人马死了，我怒气很满，就用大招打断了我的一技能。主要是我刚才很认真在打会战，我认为附近还有敌人，所以我直接用大招打断，也可以顺便射敌人。不过刚才是已经没有敌人了，而且薯片也开了传送门，让我过去也不小心又尾了个人头。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被动层数已经快要500层了，我们有乖乖刷野剪头的话，打到游戏中后期，我们的一技能就会变成是无限的了。然后现在我们的队友又开始浪了，每个人都各走各的，好像每个人都可以1打5一样，所以我决定不再管他们了，反正大顺风就是有资本浪。但因为这是路人局，我觉得还是乖乖做好我打野的本分比较好。这边看到阿洛特在追梅丽莎，结果梅丽莎怎么满血把阿洛特给干掉了，然后他也继续在那边浪啊，所以我就决定回来收个蓝。虽然蓝 buff 对格兰杰是没有太多的加成效果的，但主要叠个被动也能加攻击力，因为打了蓝会多10% 的减 CD 属性，而且我也还没15级，还没有满等。那这边我本来是想说打完蓝把领主给收了，可是我的队友被强开了，敌人终于发现我的队友都在浪了，我过来帮助一下古尔德，大招跟上拉近距离接一技能，一技能距离不够用2技能调整，再继续一技能有加速收掉人马。那这个吉米也是倒霉啊，前面我为了位移教的智能施法大招是打在吉米身上的，虽然吉米跑得很快，但是他还是逃不过我大招的距离啊。阿洛特的话则是被露比拉了个横向的方向，让我一技能全空了。当然凯莉也扛不住，我用大炮射在他脸上，这局就这样连领主都还没有变成黄色就直接结束了。那格兰杰是我最后一个解说的英雄了，这边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大家久等了。尤其是这位玩家的留言，我觉得非常有趣，我是有一直把它放在心上的，好吗？希望你看完可以成为格兰杰大神。
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